这里是无垠、无限、无恒定规律的量子之海，它从宇宙诞生之初就已经存在，但在大部分时候，也正像诞生之初的宇宙一样荒芜。在漫长的时间之后，它与本征世界的星球产生了某种偶然的感应，这种感应，或者说对称性破缺，与原本空无一物的量子之海中创造出了时间。而随着时间的演化，形形色色的空间也就不断诞生、消亡。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只是本征世界的影子，而且注定转瞬即逝。但偶尔也会有一些世界因为各种原因顽强地留存下来。它们从外界不断补充养分，宛如鲜活生命一般，维持着自己的固有存在。它们按照自己的规则运行，从理论上说，甚至有可能孵化出独属于自己的全能。恰如此刻，让空间轻轻泛起了涟漪的两人，到达指定地点。哦，坐标没有偏差吗？在可忽略范围内，你在量子之海中进行空间转移的能力越来越强大了，米斯特林。谢谢夸奖。不过，这恐怕是因为我们可以利用的信标越来越多了。用人类的谚语应该怎么说来着？聚沙成塔，集腋成裘。原来如此，你将之前13次旅行中抵达的世界炮作为参考坐标，以此来把握自己在量子之海中的相对位置。就像摸着石头过河一样呢。而且，我能这么快定位到那些世界炮，也多亏了那些孩子和我之间强烈的联系，就像某种无法剪断的脐带。一种圣痕吗？你好像有话想说。没什么，只是还没有分析出你踏上这趟旅途的原因，情报不足。我不是在这趟旅程的一开始就对你和盘托出了吗？一种圣痕的出现，毕竟是因我而起。至少现在，我是唯一的责任人了。我相信这是一部分的理由，或者说是最初的理由。不过在经历了13次性质各异的旅行后，你的表现让我产生了困惑。如果要彻底断绝一种圣痕可能造成的危害，你完全可以采取更加高效，或者说更加冷酷的方式，比如在目标还没有察觉到之前，从暗中将其抹除。但是，你却选择先对他们短暂观察一段时间，再根据他们的行为或者秉性选择处理方式。原来，你更喜欢扮演一个暗杀者吗？我对方法没有偏好。我还以为在观察了这么多异种圣痕的生态之后，你会比较赞同我的方式呢。无法否定。你果然还是有话直说的时候更加可爱呀。知道了。我还没有回答你的问题。我观察他们，是想确认他们是不是符合我对生命的定义。定义？普罗米修斯，在你的概念中，生命是什么？这个命题太宽泛，也太复杂了。如果以本征世界常见的类型为基准，生命应该是能够进行能量代谢、具有应激和繁殖能力的系统吧。按照这个基准的话，你和我又能算作什么呢？非人之人，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说法吧。确实如此。
所以，被常规定义否决的我，有了自己的一套定义方式。我的想法非常简单，无论物质结构如何，凡是能够自知成长的存在，都可谓之生命。成长？对啊，就拿异种圣痕0006号举个例子吧。这孩子全身被二氧化硅覆盖，看上去就像只水晶刺猬，而且一旦和有机体接触，就会吸收有机体的结构，将其与自身同化。你还记得他吗？保守地说，相当难忘。最有意思的是，或许由于脑部也是有机体结构的一部分，一旦被它彻底同化之后，受害者的记忆、知识甚至性格都会被0006号吸收。当我们到达第6个世界泡的时候，它已经变成了那里最具智慧却也最为痛苦的生命。虽然我们只能为它实施安乐死，但那种不断汲取的姿态，在我眼中也的确充满了生命的光辉。啊，真是太遗憾了。他明明是那么可爱的一个人，就像一种宇宙的癌症。我开始觉得自己需要重新评估和你一起旅行的合理性了。唉，拿0006号举例子可能太极端了。这么说吧，我认为能够不断反思、不断变化、不断突破自身瓶颈的存在，就是在不断成长，就是在传达生命的真谛。看着这样的生命，能让我获得无与伦比的满足感。抛开责任心，这就是我持续这场旅行的最大动力。怎么样？这个回答你还满意吗？我明白了，你果然拥有一些难以理解的个人小爱好。不过，经过慎重评估，我仍然认为自己可以与你暂时同行。那太好了。这趟旅途或许意外的能让我取得不少全新的数据。意外的也太伤人了吧？好了，量子之海也不是什么适合站着聊天的地方，我们还是赶紧做正事吧。好呀。往事种种，权且相赠。捕梦百世，随声断绝。永续史诗，生于轮回始至，无告无终。英名不朽，观念长存，以死亡权，重现征伐。往事种种，权且相赠。就此而止了，捕梦百世，随声断绝。正当其时，永续史诗，生于灾异。这是……小心，他们和量子之海里徘徊的普通怪物不太一样。有引力了吗？稍安勿躁，必有时间。以身为鉴，于传奇中再度醒觉。往事种种，权且相赠。九雾罩，穷极之暗，使得明光。待我解悟吧。永续史诗，生于灾异，轮回始至，无告无终。追踪判定已开启，用拳头说话，递归完成，开始最终清理。冷静一下吧，不可逾越。此为历史的海堤，权术观念，势比空幻。正当其时，穷极之暗，
志得明光，永续史诗，生于灾异。九梦乍回，穷极之岸，使得梦幻泡影，终有尽日。观念长存，英明不朽，以此王权，重现征伐。哼！这些怪物确实有些奇特，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呢。这种构造，简直就像是一个年幼的孩子在噩梦里想象出的，用千奇百怪的东西拼凑成的怪兽。我的资料库里也没有他们的记录。不过，量子之海包含了无尽的可能性，会出现这类怪物倒也不算奇怪。但是，他们出现的位置未免有些太巧了。你是说，我能感应到，这扇门后就是我们需要前往的世界炮，异种圣痕0014号所在的天地。而就在这入口的附近，却涌出来这么多稀奇罕见的怪物。你不会是想说，这是有人有意安排在这里的看门犬吧？那事情可就变得有趣了。不仅如此，我还有一个更有趣的假设。可能就是0014号将怪物安排在了这里。很好，普罗米修斯，你完全理解我的思考方式啦。太棒了呢。不，这不好。哎呀，别害羞嘛。走吧，让我们去世界炮中一探究竟。